啊，这真好。今天开始带着大家来参观清东陵，会分几期视频。清东陵，一大早8点多就赶到了景区门口，门票168，交通车包含了景区车和演出票。先坐景区的交通车，要坐10几公里。将清东陵的概况和沿途景观向您一一进行介绍。清东陵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。现在车上讲解的并不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义务讲解，而是车里同行的人花钱请的导游。一般请一个导游的费用是150左右。虽然价格比较贵，但是参观这种地方不请导游来讲解几乎是白来一趟。那说到这里，如果你参观这些类似博物馆的地方，你会花100多请一个导游来讲解吗？我们先来简单听一听导游在车上的讲解。他们为什么会把万年基地选建在这儿？简单来说，3个字：风水好。清东陵4面环山，3面傍水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好风水。风水之法讲得水为上，所以您看车窗左手边的湖泊，它就是天然形成的，名叫龙门湖。清朝时期有大量鲤鱼在里面游泳，而陵寝内部安葬的又都是真龙天子，因此得名。湖面这么大，水从哪儿来？陵区东有马兰河，西有西大河，2条河流自北向南缓缓流淌，最终便都汇入此湖。那光有水又不行，还要有山才能藏风纳气。所以您放眼望去，清东陵4面环山，北侧山峰叫昌瑞山，主峰突起，群峰依次跌落，宛如帝王蝼蚁，是靠山。而车窗右手边我们正在绕过的叫朝山，像一个大臣拿着护板向北朝拜皇帝。2山之间一会儿我们会经过一座钟案，类似于皇帝批阅奏章时所用读书宝案，是案山。而3座山峰天然形成一条直线，构成了东陵峰。前方我们将一路上导游都滔滔不绝地讲解，孝陵神道，确实了解了很多知识性的东西。您看到的第一座是全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，面阔31.3米，就是前面您看的那座。前方的大湖门，整个清东陵的主门户，它有3个门洞。清朝手法很严格，我们现在经过的叫军门，皇帝来谒领走；西侧臣门大庭走，中间神门，顾名思义，还用烽火和盾牌走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车上导游的讲解，这一路上10公里的路程，你会觉得没什么可看的。前方这座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孝陵的神宫圣德碑楼，给顺治皇帝歌功颂德、碑立传的。皇帝哪年干了什么，有什么功绩，在里面洋洋洒洒前面是神宫圣德碑楼。碑楼里面从游客中心到第一站这10多公里，主要的景区就是这个神道，这是神道上的主要建筑。如果你参观过北京的13陵，你会发现这个清东陵和13陵非常相似，整个这一大片陵墓的布局、规格甚至选址都非常相似。所以如果你只想来清东陵看看风景，看看这片的建筑，和13陵真的没什么区别。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请个导游来给你讲。如果人多，尤其是旅行团，肯定会请一个导游；如果人少，通常也会几个人拼一起共用一个导游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想1分钱不花，你就可以蹭一蹭旅行团的解说。其实今天我们就没有单独请导游，我们就是蹭了车上的导游听的。可以说导游都是比较认真负责的，对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会认真讲解。不过对一般游客来说，当时听得很热闹，回家就全都忘了。这个清东陵里现在也有很多村子，这些村子的人以前都是守陵的，现在的后代有2万多人。7
景区车停在了清东陵的西区部分。这里面还有村子，这都是他们种的果园可能。这个西区主要有3个地方可以参观，如果没有导游，就自己自由活动。以前都是守陵人。清东陵的开放区域，黄色的区域是开放的，前面这一段是坐车的。我们现在到了西区，西区有乾隆、慈禧、香妃，东区有康熙的、慈禧的、香妃的叫。我这次没有单独请导游，是因为我带了一个随身导游，就是这个旅途随身听，里面有600多个城市的8000多个景点，一共有10几万个景点的解说，放在手机里面，而且里面有地图，有智能解说，实在太方便了，可以说用一次就回本。我的橱窗里就有这个旅途随身听，可以跟着我的脚步，听着这个旅途随身听，自由自在的在这个景区里漫步了。我们先来到的是香妃墓。按照清朝的陵寝制度，皇帝皇后的墓称为陵，而其他妃子妃嫔的墓只能称为寝。玉陵妃园寝就是乾隆皇帝嫔妃们安葬的地方。乾隆一共有41个女人，除了在玉陵地宫的5个之外，其余36个都葬在玉陵妃园寝，分别是皇后1位，皇贵妃2位，贵妃5位，妃6位，嫔6位，贵人12位，常在4位。从1752年第1位妃子葬到这里开始，到最后1位妃子入葬，前后持续了71年，其中只有9位是死在乾隆帝驾崩之后。这些妃子中比较著名的人有乌拉那拉皇后、还珠格格中香妃的原型容妃，还有10公主的母亲敦妃等等。玉陵妃园寝的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1孔拱桥及3孔平桥，东西厢房、东西班房、宫门、焚帛炉、东西配殿、享殿、园寝门、方城、明楼、大宝顶、小宝顶、环以朱园。享殿、配殿、焚帛炉、大门、墙顶均用绿色琉璃瓦。园区内纯绘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现已对游人开放。这个香妃墓里也开放了地宫，我们去看一看。下来了。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清东陵探秘。